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又到吃粽子的季节了。今天用慢镜头来给大家分享3款包粽子的手法。提起来包粽子，很多人在包上下功夫，其实会煮粽子比会包粽子更重要。再会包不会煮，粽叶变色不说，每个角角都会漏米，粽子还没有煮熟就变成一锅粥了，不但不好吃不说，而且还没有糯米饭联络。这个技巧你真的有必要来了解一下。今天花了24块7毛钱，买了9斤2两还要多的糯米。我们这边的糯米啊，5块3毛6一公斤。看看我们这糯米多漂亮！先把米给它倒入盆子里面，我们今天用一半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倒入清水，先把米给它洗干净，然后再泡。假如说你要是先泡后洗的话，这个米啊像这样一洗它就碎了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先把米洗干净。我们把米给它清洗2遍，一遍是洗干净的。米洗干净之后，多加一点点的清水，没过米，浸泡4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来煮一下粽叶。我们把新鲜粽叶给它放在盆子里面，然后再加上清水，顺便我们再煮上一点这一种竹叶。这个竹叶呢是我们这边包粽子常用的，这个等一会儿煮熟了以后，我们用它来做绑粽子的绳子。然后盖住盖子，先给它煮开。趁着煮粽叶的时间，我们来捡点果脯，等一会儿包粽子啊，孩子看了也喜欢吃。这个果脯啊和糯米是绝配，八宝饭都少不了这个。剪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粽叶呢现在已经煮开了。粽叶煮一下有2大好处，第一个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，第二个它可以去除这上面的绿色，到包粽子包好了以后啊，显得粽子更加白亮。粽叶煮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粽叶来做一下绑绳，就用这个像这样一拉，这样一个正带就做好了。像这样的绑绳啊，既健康又没有什么味道。做好了以后，我们把这2个给对折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头从这边给它塞进去。塞进去以后，我们用这2个头一拉，像这我们这样绑绳就做好了，特别的结实。全部绑好之后，我们呢给它放在盆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包粽子。然后把把子给它剪掉，用手呢摸一摸，这个是反面朝外，这个呢光面朝里，这是有反正面的，不要搞错了。然后给它叠成一个漏斗似的，但是呢这下面它容易漏水，也容易漏米。然后怎么办呢？我们往前一推，把这个角给它推的没有那么尖，像这样子折叠住。我们给它翻过来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朝镜头呢，大家比较看得清楚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米给它放进去，喜欢吃大枣的或者是红豆的都可以放。我们呢，今天呢放一点果脯的米呢，尽量多加一点，包的紧实一点，粽子吃起来才有嚼劲儿。然后我们把上面也给它放上一点果脯，然后我们用大拇指和这个食指捏住这个角的部位，然后呢把米往下盖，然后呢用这个手往下压，这2个角它都成死角了，你看这个角它也成死角了。然后从这个地方再给它往下压，然后再捏住固定住，像这样子。我再把我们做的绳子给它对折一下，然后像用大拇指捏住，就像这样子，带个劲儿的，有一点，然后就像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拉紧捆紧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给它穿过来，从这个地方一拉，我们的一个粽子就包好了。
像这样子，它也不容易散。到您吃的时候，我们像这样一使劲儿，你看这个粽子叶一点都不费劲，它就开了，特别的方便。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虎头粽子的包法，直接给它叠成一个漏斗状，这个角直接给它叠成10角，就像这样子。这一次我们包红枣的，然后再放米。虎头粽子是这样子的啊，把这个角给它叠死的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前面的给它叠过来，像这样，我们的一个虎头粽子就包好了。大家看一下像不像虎头？这是虎头帮的虎哈，可不是老虎的虎。我们打结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啊，一点都没变。像这样，我们的一个虎头粽子就包好了。要想让它完美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给它剪掉，像这样子更加完美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三角粽子的做法。三角粽子我们就直接给它叠成一个三角形，因为我们的三角粽子它和那个粽子不一样。我们也朝这边让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米放上，再把角整理一下。这个米呢不能放的太多，因为三角粽子你要是放太多，这个角角上面煮的时候它容易蹭破，这个容易漏米。我们把它整理好以后，然后我们给拉紧，把这个角角上面给对折，一个角一个角的先弄啊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呢从这地方给它捏住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粽子包好了，这个系的时候啊，它不是一样的哈。我们首先呢在这里给它打一个活扣，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拉动的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可以拉动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你任意套哪个角都可以啊。我们就套这个吧，套这个角，然后从这里给它拉过来。暂时的时候不要拉太紧，拉太紧了，你这个绳子没法穿过来。这个绳子穿过来以后，这次再给它拉紧。拉完了以后，我们再从这个地方给它穿过来，然后再拉上一个活口，像这样子。我们的一个三角粽子就包好了哈。这个为了完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多余的粽叶，现在剪掉以后更加完美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三角粽子。全部包好之后，千万不要先加水，一层一层的给它摆放在锅里面，这样摆放的比较平整，然后再慢慢的加水。你要先加水的话，这粽子容易漂浮在上面，它也不平整，米呢它也容易出来。盖住盖子，开中火，用中火先给它煮开。煮开之后，我们呢再给它关一个，再煮3个小时。煮粽子千万不要用大火煮，用大火煮米容易出来，那样煮的粽子也不粘络。虽说是熟了，就像吃米饭一样。有好多人说自己做的粽子不粘络，所以说呢，煮粽子是非常的关键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妈妈经常头天晚上包粽子，煮3个小时以后，然后把炉子备住，温火煮1夜，那样的粽子煮出来既紧实又粘络，是非常的好吃哦。好了，我们的2锅粽子都煮好了。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米啊，一点都没有出来，粽子呢特别有嚼有嫩的。还有我们这一锅粽子，翠绿没有变色，就是因为我们用小火煮的。假如说你要用大火煮的话，这里面就咕噜成一锅粥了。这就是我们煮粽子的技巧。让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们4斤的米包这一大篮，我们分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最后再来包一个。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包的粽子又白又亮又清淡，给它撒点白糖，味道更加完美。像我们这样包出来的粽子，既紧实又有嚼劲儿，特别的好吃。让大家看一下，
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都多有嚼劲儿了。哎呀，粘性太大了，让大家看一下有食欲吗？我再来咬一口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特别的紧实，既好吃又黏糯，还非常有嚼劲儿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